大家好，我是皮特，這是四方向飛行器教學的第一章。這章會教大家製作和解析邏輯電路專用的四方向飛行器。四方向飛行器是由一個個細胞組成，大致可以分成3個部分。中間的細胞負責把旁邊的細胞推走，四邊的細胞是外殼，把內部細胞困住，四角的細胞則是引擎。當飛行器移動的時候，會從4個角落之一產生一個衝擊波，接着依序擴散到所有地方。首先需要先澄清一點，四方向飛行器不是我發明的。四方向飛行器的歷史跟偵測器一樣久，也有許多種不同的四方向飛行器被發現，但邏輯基本上是相同的。然而，四方向飛行器相關的應用卻很少，因為所有的四方向飛行器都遇到相同的問題。也就是缺少邏輯電路。如果四方向飛行器無法自己決定飛行方向的話，那它和其他飛行器其實沒有什麼區別。3年前 ，KK 和 Whitestone Jazz 做出了第一台圖靈機。這台機器展示了邏輯電路帶來的可能性。然而，這個飛行器架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。當衝擊波穿過邏輯元件時，波形會發生變化。隨着邏輯元件的增加，衝擊波會變形得更嚴重，最後導致自我毀滅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在這個四方向飛行器中，會在外殼的某些位置的偵測器替換成紅石磚，來改變衝擊波的形狀。但是我發現，只要將外殼全部使用紅石磚，衝擊波的速度就會快過邏輯元件觸發的速度，這樣衝擊波就不會變形，也使得玩家在放置元件時非常自由。
全部使用紅石磚的另一個好處是，能使用的元件變多了。這部分在講到時序的章節會再提到。另一個改良的部分是細胞的擺放方式。在四方向飛行器中，細胞有上下層之分。在之前的飛行器中，兩層只差一格。雖然這樣做可以讓飛行器的體積較小，但這樣事實上不利於搭建邏輯元件。如果想要在下層細胞放置邏輯元件，就必須先往上疊兩個方塊。這使得下層細胞能使用的邏輯元件很少，因為活塞最多只能推動12個方塊，而細胞本體就已經用掉了6個。如果再扣掉往上疊的2個方塊，真正用於邏輯元件的方塊就只剩下4個了。在我設計的電路板中，上下層的細胞中間有3層的空隙，中間的空間用於設置邏輯元件。上層和下層的細胞都可以額外再添加6個方塊，自由度非常的高。這個電路板還有一個特別之處，除了中軸線以外的位置都允許微小的擾動。應該有人已經看出來了，只要控制這些擾動，就可以做出線路。由於這個電路板的各種特性，製作邏輯元件非常容易，非常鼓勵大家可以自己嘗試看看。不會紅石也沒關係，不會飛行器也沒關係。在這個空間內運行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規則。這裡沒有中繼器，沒有紅石火把，只有一個個細胞。電路板以外添加的元件也和飛行器無關。有的只有細胞的微小擾動。在我剛完成電路板的設計沒多久，我經常在這個空間裡什麼都不做，就只是看着，想象它的可能性。看着這個空間，不知道你感覺到了什麼？謝謝大家。